地球温度突然下降5度，我们会遇到什么？请注意，本视频共计45分钟，耗时2星期制作。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一会儿了。欢迎来到这个被冰封的夜晚。今天下降的这5度，会让北京变成今天的西伯利亚，让3亿人失去家园。你还会觉得这是小事吗？上一次地球经历这样的降温，几乎抹去了当时地球上90%的人口。现在深吸一口气，准备好了吗？我会用最硬核的科学推演，带你走进这场冰封的旅程。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下降5度，意味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需要减少约400 ppm。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把人类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再全部吸回去，而且是加速吸回去。打个比方，这就像你刚刚给房间开了暖气，结果瞬间被人拆掉了半面墙。让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地球表面接受太阳辐射的总能量是固定的，当平均温度下降5度时，意味着地球向太空辐射的能量增加了约 7%。 这看起来是个小数字，但请记住，气候系统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平衡机器，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历史上，上一次冰河时代来临时，地球平均温度只比现在低5到6度，但就是这5到6度，让整个北半球变成了冰雪的世界。加拿大、美国北部、北欧全部被掩埋在厚厚的冰层之下，冰盖的厚度达到2000米，相当于把10座埃菲尔铁塔叠在一起压下来。那时候，地球上的生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型动物被迫南迁，寻找食物和水源。我们的远古祖先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栖息地，在严寒中挣扎求生。很多物种没有熬过那场浩劫，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现在。如果同样的降温发生在今天，会发生什么？首先，赤道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今天赤道的平均温度是25到27度，如果下降5度，就会降到20到22度左右。这听起来似乎还是舒适的范围，但问题是，降雨模式将完全改变。赤道地区的降雨主要来自蒸发和对流，温度降低意味着蒸发减弱，降雨减少，热带雨林将逐渐枯萎，取而代之的是草原和荒漠。其次，温带地区将变得像今天的西伯利亚，冬季变得更长、更严寒，夏季变得短暂而凉爽。农作物需要更长的生长周期，但可用的生长时间却在缩短。这对农业来说将是灭顶之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温度下降5度，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而是整个系统的根本性重构。大气环流将改变，洋流将崩溃，降雨模式将颠覆，生态系统将重构。这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这就是5度降温的物理真相，它不是让你多穿一件外套，而是让整个星球重新洗牌。第1章，冰封的星球。让我们更深入地看看，这5度的降温究竟如何改变我们熟悉的世界。首先，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理解，地球的能量收支就像一个精密的会计系统。太阳每天给地球送来大量的能量，同时地球也在不断向太空辐射能量。收支平衡时，地球温度保持稳定，但当平均气温下降5度时，这个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这意味着地球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失去热量，而补充的热量却在减少。科学家告诉我们，要造成5度的降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需要从现在的约420百万分之一降低到大约20百万分之一左右。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但请注意，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420百万分之一，而我们已经在担心这个浓度太高导致的全球变暖。要把浓度降到20百万分之一，地球需要在一夜之间呼出绝大部分的温室气体。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地质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在侏罗纪时期，地球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得多，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现在的数倍。那时候恐龙统治着地球，南极洲还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而到了新生代，随着二氧化碳浓度逐渐降低，地球开始变冷，最终引发了多次冰河时代。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具体的变化上。当平均气温下降5度时，最明显的变化是季节的改变。冬天将变得异常漫长，而夏天将变得极其短暂。在高纬度地区，冰雪可能全年都不会融化，河流和湖泊将冻结更长时间，交通运输将受到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作物需要特定的温度和光照才能生长，生长期的变化将导致粮食大幅减产。但变化远不止于此，温度的下降将引发大气环流的重大调整，赤道和极地之间的温度差将增大，这意味着风速将增强，暴风雨将更加猛烈。同时，海洋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海水将变得更冷，密度将增大，这会影响洋流的运动。说到洋流，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概念，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这个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单独用一整章来讲述。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5度的降温对地球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地球经历过多次剧烈的温度波动。46亿年的历史中，地球曾经被冰雪完全覆盖，变成一个白色的雪球，也曾经炎热到2极都没有冰雪。每一次极端的气候变化都伴随着生命的大洗牌，而我们人类只在地球上生活了不到30万年。我们习惯了现在的气候，习惯了舒适的温度，习惯了稳定的4季轮回。但地球并不总是这样，它曾经很冷，也曾经很热，未来它还会继续变化。5度的降温是一个警钟，它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它也提醒我们，气候系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操控的机器，任何剧烈的改变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5度降温的物理真相，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整个系统的根本性重构。第2章，洋流终结者。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洋，在那深蓝色的水面下，隐藏着调节地球气候的心脏。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被称为 AMOC。这个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想象一下，地球的海洋里有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在北大西洋，冷水变得冰冷而密度增大，会沉入海底。这团沉入海底的冷水就像一个巨大的发动机，驱动着海水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它携带热量北上，把热带的热量送到欧洲，让那里变得温暖宜人。
同时，它也把北大西洋的冷水送到全球各地，调节着地球的温度分布。这就是 AMOC 地球气候系统的心脏。没有了它，欧洲将失去来自热带的热量输送，平均气温将骤降15度，伦敦将变得像今天的莫斯科一样寒冷，巴黎将降到零下20度，整个北欧将成为冰雪的世界。这个心脏现在正在衰竭。2023年，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 AMOC 已经减弱到160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条传送带的转速正在变慢，输送的热量正在减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最终将导致心脏骤停，而5度的降温将直接导致这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来理解其中的机制。当全球气温下降5度时，北大西洋的温度将显著降低，这会导致一个关键的过程：海水变得更冷，密度变得更大，下沉速度加快。听起来这似乎是好事，但实际上这会打破原有的平衡。正常情况下， AMOC 的运作依赖于北大西洋的冷水下沉和赤道附近的海水上升之间的平衡。当这个平衡被打破时，整个环流将崩溃，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如果某个关键的齿轮突然反转，整个系统都将停摆。科学家警告说， AMOC 的崩溃不是缓慢的衰退，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气候心脏病发作。在这个过程中，气候将变得极其不稳定，极端天气事件将频发，欧洲将经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严重。这让我们想起了12000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那是冰河时代即将结束时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时候，北美大陆的冰盖开始融化，大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这些淡水比海水轻，漂浮在表面，阻止了深层海水的下沉。这就像有人在传送带上扔了一块巨石， AMOC 突然中断了，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短短10年内，北半球平均气温骤降7度，这7度对于当时的生态系统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大型动物成片死亡，早期人类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四处迁徙求生。现在，如果我们再次遭遇类似的 AMOC 崩溃，后果将更加严重。今天的地球人口是当时的1000倍以上，我们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农业系统需要维护。一旦这条传送带停止，整个北半球将在痛苦中冻结。更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气温下降的问题， AMOC 的崩溃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欧洲的农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冬天变得太冷，夏季变得太短，作物将无法正常生长。其次，能源需求将激增，供暖需求增加300%以上，煤炭和天然气将成为战略物资，其争夺将引发新的战争。第三，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寒冷、饥饿、资源短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将导致冲突和动荡。但故事还没有完， AMOC 的崩溃只是开始，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后续的连锁反应将一发不可收拾。科学家告诉我们，气候系统中有多个这样的临界点，每一个临界点都像是一个平衡的支点。当我们推动其中一个时，整个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向新的平衡倾斜，而新的平衡可能远远不如现在宜居。这就是 AMOC 的真相，它是地球气候系统的心脏，它正在衰竭，
而5度的降温将直接导致这场致命的心脏病发作。第3章，白色的绝望。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大地，在那片曾经养育了人类的田野上，将会发生什么？当你听到农业崩溃这4个字时，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洪涝、干旱、虫灾，但5度降温带来的农业灾难与这些都不一样。它不是突然的打击，而是缓慢的、不可逆转的瓦解。让我们先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农作物是有舒适区的，就像人类喜欢生活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一样，农作物也有自己最喜欢的温度范围。水稻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到30度，小麦是15到25度，玉米是18到30度。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它们可以高效地生长、开花、结果。一旦温度偏离这个范围，它们的生长速度就会放慢，产量就会下降。现在，如果平均气温下降5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农作物从它们的舒适区里拽了出来，推向了寒冷的地狱。以中国为例，现在的华北平原是重要的产粮区，平均温度在12到14度左右。如果下降5度，平均温度将降到7到9度。这个温度对于冬小麦来说可能还可以接受，但对于水稻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你可能会说，那我们可以把农作物往南种啊。问题是，可供种植的土地是有限的，赤道地区温度太高，不适合大多数温带作物生长。高海拔地区倒是可以，但也需要时间来适应。更重要的是，土壤的改良需要数百年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每降温1度，全球粮食产量将下降约 10%，5度就是50%的灾难性减产。这意味着全球将有1半的人面临饥荒，但数字背后是真正的人间炼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靠天吃饭的国家，非洲、东南亚、南美洲这些地区的农业系统高度依赖稳定的温度和降雨。温度下降5度，将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条件。水稻需要水，而降雨减少意味着灌溉困难；玉米需要热，而天气变冷意味着生长缓慢。农民们将发现，他们熟悉的土地突然变得不再适合耕种。这就像你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房东告诉你这个房子要拆了，你必须搬走。但问题是，你无处可去。更糟糕的是，降温带来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不仅仅是不能种粮食那么简单。首先，生长期将大幅缩短，冬季延长意味着作物可以生长的时间变短了。在高纬度地区，可能1年只能种1季，甚至1季都种不了。双季稻将变成单季稻，单季稻可能颗粒无收。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物理规律的残酷执行。其次，土壤将发生变化，永久冻土层将向南移动，北方大片土地将变成坚硬的冻土，土壤中的水分将冻结，根系无法深入，养分循环将被打断。更糟糕的是，被冰冻的土壤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恢复改良。这意味着，即使将来气候恢复正常，这些土地也可能永远无法再用于农业。第三，病虫害将改变分布范围。一些害虫需要温暖的环境才能越冬，温度降低可能减少某些害虫的数量，但同时新的问题会出现。一些耐寒的杂草和害虫将北上，占据原来作物生长的领地。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农民们将疲于应付。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笔账。
全球有约8亿人从事农业，养活了全世界的80亿人口。如果农业减产 50%， 会发生什么？首先，粮价将暴涨，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当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时，价格必然上涨。贫困国家将无力购买足够的粮食，饥饿将蔓延。其次，社会将动荡。历史上，因为饥荒而引发的战争和革命数不胜数。当人们饿肚子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第三，政府将崩溃，税收锐减，支出激增，社会秩序崩溃，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将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垮台。但最让人绝望的是，这场灾难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农业不像工业，可以快速转型。一棵树苗需要几年才能结果，一块土地需要多年才能恢复。5度的降温给人类留下的反应时间可能远远不够。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真的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吗？人类用1万年的时间发展农业，建立了文明，养活了数十亿人口。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其实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基础上——稳定的气候。一旦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我们引以为傲的农业文明将在短短几十年内崩塌。当最后一粒麦子冻死在田野里，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从未征服自然，我们只是自然温室里的花朵。温室不在了，花朵也就枯萎了。第4章，生物大灭绝。当地球变冷，不只是人类在颤抖，整个生命世界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想象一下，你是一只候鸟，每年秋天你都会飞往南方过冬，春天再飞回北方。这是你的祖先用了数万年才学会的生存技能，是你生命的本能。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当全球气温下降5度，意味着地球表面的等温线将向赤道移动约500公里。这意味着原来你熟悉的栖息地将变得太冷，不再适合生存。你必须飞得更远、更久，才能找到合适的家。但问题是，你的体能是有限的，飞得太远，你可能会在途中力竭而死。这就是5度降温对生物的影响。每个物种都被困在特定的温度监狱里。降温5度意味着监狱的墙壁向内压缩，大多数物种无处可逃。让我们从森林说起。温带森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气候，养育了无数的生命。但当温度下降5度时，这些森林将大面积死亡。想想看，松树、冷杉这些针叶树虽然耐寒，但它们也有自己的极限。当温度降到某个阈值以下时，树木将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无法生长，它们会逐渐枯萎，变成干燥的雪倒木。这些死亡倒木将成为火灾的燃料，引发大规模的森林火灾。而火灾又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火灾会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加速变冷。这就像一个死亡的雪崩，北方的森林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颗接一颗地倒下，向南倾倒，最终消失殆尽。海洋中的情况同样严峻。首先，降温将导致海水溶解更多二氧化碳。是的，你没有听错，海水就像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仓库，它可以溶解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但当温度降低时，这个溶解度会增加，这意味着海水将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洋酸化。酸化对于钙化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珊瑚虫、贝类、海胆
这些靠碳酸钙构建外壳和骨骼的生物将无法正常生长，它们的外壳将变薄、变脆，容易破碎。珊瑚礁这个海洋中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将首先崩溃，其次，浮游植物将大量减少。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网的基础，它们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养活了整个海洋。当温度下降5度时，浮游植物的生长期将缩短，数量将减少约 70%， 这意味着整个海洋食物网将崩溃。鱼虾将没有足够的食物，大型海洋动物将饿死，整个海洋将变成一片生命的荒漠。但最让人痛心的是那些无法迁徙的物种。地球上有很多物种，它们的分布范围极其狭窄，只生活在特定的岛屿、山谷或者湖泊中。当气候骤变时，它们无处可去，只能等待灭绝。这些物种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独一无二，无法替代，一旦消失，就永远不会再回来。科学家告诉我们，5度的降温将导致地球上约 40% 的物种永远消失，这将是自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崩溃。那次大灭绝是由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的，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现在，让我们来理解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生命如此脆弱？生命确实很脆弱。38亿年的进化创造了今天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但这种多样性建立在环境稳定的前提上。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生命必须适应，否则就灭亡。恐龙统治了地球 1.6 亿年，但当环境巨变时，它们也无法幸免。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建立文明，我们发展科技，我们以为已经征服了自然，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当自然发怒时，我们毫无还手之力。这场大灭绝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它迫使我们思考，我们在地球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地球生命用了38亿年进化出今天的多样性，而5度的降温将在100年内把这一切化为乌有。这不是自然的轮回，而是我们亲手写下的悲剧。第5章，文明的裂缝。当气候开始崩溃，人类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巨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极，那里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不是变慢，而是更快。当温度下降5度时，这个过程将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冰川不会增加，但融化速度会减缓，然后停止。但这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新的灾难。想想看，冰川是世界上约20亿人的主要淡水来源，亚洲的恒河、印度河、长江都依赖冰川融水。当冰川开始消融时，下游的人们还能获得足够的水源。但当温度骤降5度，冰川将迅速萎缩，然后彻底消失。20亿人将失去主要淡水来源。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将到来的现实。这就引发了一个残酷的资源竞争。地球变冷不是平均分配惩罚的，而是像一场激烈的拍卖会。每个国家都在争夺日益减少的生存资源，水将成为最珍贵的商品。拥有水源的国家将拥有权利，缺乏水源的国家将陷入混乱。这让我们想到了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个人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所失。气候变冷就是这样一场游戏。当资源总量减少时，竞争将变得异常激烈。
过去的合作将让位给对抗，友谊将让位给利益，能源需求将暴增。当冬天变得严寒而漫长，供暖将成为生存的基本需求，煤炭和天然气将成为战略物资，它们的争夺将引发新的战争。你能想象吗？未来的战争可能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煤炭。为了争夺一台锅炉，人类可能不惜发动战争，人口迁移将大规模发生，赤道国家将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非洲、中东、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将因为过于炎热或过于寒冷而无法生存，约5亿人将被迫向北迁移，寻找新的家园。这些气候难民将涌向欧洲、北美、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接收国自身也面临着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能否接纳这些难民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基础设施将全面崩溃，当气温骤降，供暖系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管道将冻结，电网将过载，道路将结冰，交通运输网络将陷入瘫痪，食品和医疗物资将无法及时运达，经济活动将萎缩，失业率将飙升，税收将锐减，政府将面临破产，社会秩序将瓦解。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统计：气温每下降1度，暴力冲突增加 15%， 5度意味着暴力冲突将增加 75%。 人间炼狱莫过如此。但让我们再深入一层，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和系统的总和，它包括政府、经济、文化、科技，一切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上：环境相对稳定。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文明将像沙堡一样崩塌。这不是第一次，历史上许多文明的衰落都与气候变化有关。玛雅文明的崩溃可能是由于持续的干旱，埃及古王国的衰落与尼罗河泛滥的减少有关。每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明，最后都败给了自然。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我们的人口是过去的100倍，我们的城市是过去的1000倍，我们对环境的依赖是过去的100,000倍。一旦气候系统崩溃，我们的文明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当北方的暖气成为最稀缺的奢侈品，人类将为了争夺一台锅炉发动战争。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物理学和经济学推导出的必然结论。第6章，不可逆的深渊。在前面几章里，我们看到了5度降温带来的各种灾难，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些灾难本身，而是它们将触发的连锁反应气候临界点。什么是临界点？想象一下，一个倾斜的物体，当它还没有到达最高点时，你可以把它推回原位，但一旦它越过了最高点，就会不可阻止地倒下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气候系统就是这样，存在多个临界点，一旦跨越，就再也无法回滚。科学家已经识别出至少6个这样的临界点，每一个都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第一个是亚马逊雨林的死亡。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之肺，它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维持着全球碳循环的平衡。但当气候变冷时，降雨将减少，森林将枯萎。当雨林死亡，它将从碳汇变成碳源，释放出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加速变冷。这就像一个戒烟的人突然开始暴饮暴食，情况只会更糟。第二个是永久冻土层的融化。
地球上约 25% 的陆地被永久冻土覆盖，这些冻土中冻结着巨量的有机碳和甲烷。当温度下降时，冻土不会融化，反而会扩张。但问题是，历史上积累的有机物将开始分解，释放出甲烷，一种比二氧化碳强25倍的温室气体。这就像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更多的热量。第三个是大西洋环流的崩溃，这正是我们在第2章讨论的 AMOC。它的崩溃将引发北半球的急剧降温，而这个降温又会影响其他系统，形成恶性循环。第4个是海洋的缺氧，海洋中的溶解氧含量正在下降，而变冷将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没有足够的氧气，海洋中的大部分生物将无法生存，大片的死亡区将扩张，占据越来越大的海域。第5个是海平面上升，虽然降温会导致部分海水收缩，但这只是暂时的。当冰川全部消融后，海平面将上升约70米，大部分沿海城市将被淹没。但更可怕的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即使我们停止所有排放，海平面上升也将持续数千年。第6个是极地冰盖的崩塌，北极和南极的冰盖像白色的反光镜，把太阳的热量反射回太空。当冰盖崩塌，反照率将急剧变化，地球将吸收更多的热量，加速变暖或变冷。现在，让我们理解这些临界点之间的关系。它们就像排列好的多米诺骨牌，推倒第1章后，整个系统将依次倒下。一个临界点的触发会加速下一个临界点的到来。比如，亚马逊雨林的死亡会释放更多二氧化碳，这会导致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永久冻土层的融化会释放甲烷，这会导致大西洋环流的崩溃。环流的崩溃会导致北半球急剧降温，这会导致极地冰盖的崩塌。这是一个加速崩溃的气候跑步机，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更让人绝望的是，这些变化是不可逆的。即使人类突然醒悟，停止所有排放，减少所有污染，大气恢复也需要数千年的时间。地球的温度不会立刻恢复正常，生态系统的重建需要数万年，而我们今天毁灭的物种将永远不会再出现。这就是气候变化的终极恐怖。它不是我们现在遭受的苦难，而是我们正在亲手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而盒子里装的是我们自己的骨灰。但让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深呼吸，然后继续。了解了这些绝望的真相，我们还能做什么？第7章，废墟中的星光。现在，让我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抬起头，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希望。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宇宙。在我们开始之前，先思考一个问题：地球为什么温暖？答案听起来可能有点偶然。地球之所以温暖，是因为它恰好位于太阳系的宜居带。这个宜居带的宽度仅占太阳系范围的1%不到。离太阳太近，温度太高，水会蒸发；离太阳太远，温度太低，水会冻结。地球就在这狭窄的区域内，恰好适合液态水的存在，恰好适合生命的演化。这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5度的降温只是告诉我们这片绿洲有多脆弱。但脆弱的另一面是珍贵。正因为地球的环境如此难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保护它。宇宙是冷漠的，但人类可以是有情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希望的种子。第1颗种子，人类已经证明可以改变大气成分。
无论变暖还是变冷，这都说明人类的力量已经足以影响整个星球。问题是，我们选择让它变暖还是变冷？既然我们能把它变暖，理论上我们也能让它变冷。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第二颗种子，核能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选择。可控核聚变正在取得进展，如果成功，人类将获得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不需要燃烧煤炭，不需要抽取石油，能源问题将得到根本性解决。到那时候，供暖将不再依赖化石燃料，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下保持温暖。第三颗种子，人类正在发展新的农业技术，垂直农场、地下农业、人工光源，这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种植作物，即使地表变得寒冷，我们也可以在地下或建筑中建立温室，继续生产粮食。科技是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最后一道防线。第四颗种子，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适应史。从非洲草原到北极冰原，从热带雨林到干旱沙漠，人类足迹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环境的挑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危机都让我们变得更强，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这场危机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在当地球开始结冰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我们没有权利随意挥霍资源，没有权利任意破坏环境，我们只是宇宙奇迹的临时监护人，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完好的交给下一代。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觉醒。在宇宙尺度上，地球的温暖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无数偶然的奇迹。我们应该敬畏这个奇迹，保护这个奇迹，而不是毁掉它。也许5度的降温永远不会发生，也许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但无论如何，这个思考过程是有价值的，它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脆弱，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然的力量，让我们明白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当地球开始结冰，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我们只是宇宙奇迹的临时监护人。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当下。此刻的你我，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我们不用担心冰川消融，不用担心粮食短缺，不用担心寒风刺骨，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挑战全球变暖。这个挑战与我们讨论的降温相反，但本质相同，都是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支持可再生能源，推动技术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从征服者变成守护者，从索取者变成贡献者。这不是空话，而是我们这个物种延续下去的唯一出路。那一刻值得我们期待，也值得我们努力。晚安，愿你的梦里有星光，有温暖，有一个更好的世界。